我只是个科学家。没有你们那样的力量。这集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纠结 Master 嘎补被子弹追了半天这点，因为按照过往的表现来看，深圳完全可以切回欧尔嘎补形态硬扛的。亚哈利格洛塔，但是其实并没有实锤这个事情。那格洛塔这集要死了，已经死了。你们我在想我们看的是同一集吗？我都不敢说。我是说 OP 他要消失了，因为这周是头七啊，不是？头七。哦，你也不知道玩蛇，玩蛇，夜梦家的。那原型不就是个蛇吗？闇菓子を大量に手に入れるために私もいろいろ考えたんだがね人間の世界を人类牧场啊，我们上周猜对了，哦，真是的，确实他格局要到这种程度才是总统该干的事情嘛，是不是？对。しかしグラニュートハンターもいますしこれを哦，哎呦，哦，这个表情，看人家都看害怕了。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しょうまくん最近前よりよく来てくれるけど大丈夫？お菓子ばっかり食べてない？お菓子も食べてるけどご飯もちゃんと食べてますよ。たくさん。僕の妹は小さい頃お菓子ばっかり食べててよく叱られて。那你妹妹是谁呢？好难猜呀！难猜你是说真的谁呢？完全哎呀猜不出，来呀！我的天哪！我已经被控了，对，伟人来了，伟人来了。你是好神秘啊！怪奇黑衣男怪奇黑衣男啊，要来了！要来的一个男人，我说的就这个啊，最后一集会不会都被全死了？最后一集都没有 OP 好不好，兄弟？对啊，而且还有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之前猜那个是对的话，那季普有可能一直都不会消失。活得比死的难受。那是的。さつかさんも？一人で何回も滑り台やってる人とか、なんかずっと。哇，你们裙子这么短啊！这期导演是谁啊？都不给美腿特写了。这个来了吗？这个面真白。在店里，在哪家店呢？好难猜哦。好难猜呀！事实。好吃。哎，这不是本本者第一集里面那个黑帮爸爸啊？对，清理家族那个老爹嘛，他是东映这边的怪人皮套演员来的。兄弟，你会吃石头吗？让我教你如何吃石。然后其实还有点联动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演过黄辉营专属辉的邪面师，所以是黄辉者的联动这里。哎呀。现在还在测试阶段吧，它复杂了就可怕了。某个。彼は特殊な能力を持っていたものでね、いつか使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て手元に残しておいたんだ。その特殊な能力と。催眠気の毒だ。有力な対立候補だったのに牧歌大統領に暗殺された上に死後も利用されるなんて。まあ僕の轮不到你说，确实轮不到你说。どっかで聞いたことあるんだよな。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しょうまの行きつけのしょうまくんの友達。ハンド君。まさるさんですか。はい。実は俺未解決の行方不明事件を調べてて、20年くらい前に行方不明になったままのご家族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米吉 B， 我是深圳，我要笑了，我以后来零食店再也不用花钱了。都是自家人，都是我家东西随便拿。倒立4个小时。我操！啊，太抽象了，脑充血了，有点夸张了。信果的 X 名好商业啊！叫什么？就叫干跟信果哈噼啪嘞。そういえば俺も。黒ずくめの男関係あるかも。この辺りでそいつを探してみれば。当時の妹です。あの日大学に行ったきり帰ってきません。刚上大学就被捞走了。哎呦我操！啊，杀狼人真鬼魅啊！大学生嘛，好恶心啊！很多这种上大学被诱拐去干了好恶心啊！甘いものに限らずお菓子全般食いしん坊なんですよ。ミチルはどこ？而且我觉得让半斗去串联上这条线还挺妙的，毕竟半斗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嘛。然后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半斗知道深圳跟这个店长认识的情况下，会更加犹豫，所以前面必须要让他们先见一面，互相认识。对。假设我是失踪者亲人的话，我看到绑架他的小孩，我还是有点心情复杂，会把那种仇恨转移到他身上嘛。对。
もし何か分か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反正就是给观众一个确信嘛，因为这条线其实埋的太久了，也没多久了，大概11、2集左右就。那还不够久吗？3个多月，是挺久的这条线。那剧情上这个时候讲也差不多。对。哎呀，你终于知道了吗？多西哦。哦，所以还是很嫌弃啊，即便是黑户口。好变态啊！你问他呀。我以为他是想把斯特马克加高款，这就更体现出他很傻逼了，是不是？其实间接可以体现出来，季普已经脑袋尖尖的了，明知道他老婆是个拱火乐之人。本来他只是想把他哥打网游的电脑关了，谁知道伊拉总闸隔壁房间野夫妻机也关。这个比喻。啊，好恶臭！这是什么新的 play 吗？哎呦，这就是凯武，凯武，凯武回来。正体見せやがれ！是谁？那你？なんで？听不懂。听不懂。何も考えてない。あ？この菅さんはもう元の菅さんじゃない。自我を失った傀儡だからね。君たちに敗れた菅さんを拾ってね、何かに使えるかもとしばらく生かしておいたんだけど、この度グラニュートの体が手に入ったからさ、ちょっと実験台になってもらったんだ。ひどすぎる。黒いガブを移植する途中で肉体が耐えられなくて。哦，所以是被他搞死了。对，就是说当时被半斗踢完那脚之后没死。菅さん的には本望じゃないかな。命をもてあそぶにも程があんだ。覚悟しろニエルム。哦，第一次3人共同变身哦，而且都是最终哦。对，没错，数值最高的一级。这3兄弟你敢打吗？有本事你别跑吧。哦。哦。哇，浅沼演得很好哦。对啊，浅沼和皮套演员都做得不错的，其实。哦。那是半斗。对。爆発するよ。行くよ、菅さん。お。哎呀哎呀。君の敵はガブとブラムだ。哦。这铁来的方式，我操！打3枪了，真不像人类。猪仔的屁股真的好黑呀！我只是个科学家。没有你们那个力量。強くなった君にも効くみたいで、僕の能力なんて兄さんと比べたらこんなもんさ。我还自己舔一下。何やってる？ファントも他の人たちみたいに操られたんだ。别忘别忘。帰るよ、菅さん。哇，真的皮套演员演得好好啊，那个非人感，也不是非人感吧，就是僵尸的感觉，傀儡的感觉，僵硬那种骨感。所以说下集干捏鲁布。下集捏鲁布要没好仓促啊！尼耶鲁布没那么快死的，他还要给大哥搞改造手术呢。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受众了。叔叔要说你的点赞支持，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下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生真和拉基亚设法制服了狂暴的半斗，并将其拘束。刚松一口气，两人便立刻着手应对尼耶鲁布及其同伙酸鹤。而此时，尼耶鲁布的计划进一步升级，这一次他准备大规模操控整座城市的居民。为了阻止他们可怕的计划，生真拉基亚怀着愤怒变身，朝酸鹤与尼耶鲁布冲去。然而，半斗竟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结合预告来看，你们觉得是不是半斗靠着自身的意志破解了控制呢？肯定是的，主要是天使半斗、恶魔半斗都出来了。黑白巧克力嘛。OK。下组剧情相关的提问是：拉基亚用来拯救被操控之人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挺明显的。出国发明的那个解毒药啊？不是。再给多一个提示，你们加长版预告里面，其实拉基亚变回了怪人的形态。对，出手强控。对，他用他自己的毒素抵消了催眠。哦。因为预告里不是有很多人被酸鹤下达了下海的指令嘛，他们拦也拦不住，所以最后应该是逼得拉基亚变回本体，硬控这些人嘛。综合计的话，估计得等尼耶鲁布用拉基亚的毒素证
征服了这个沙滩的催眠能力之后才能派上用场。不过按理来说啊，相思川鹤应该下集就彻底下线了，但也不影响嘛，反正尼耶鲁布要做的实验也完成了，后续他再把催眠和毒素结合起来，拉基亚就喝下综合剂，把自己身体里的毒素变质为解毒剂就行。哎，我有个问题，他骑士形态也能放触手，非要切成怪人形态引出是怪物这种讨论吗？当他变成骑士的时候，他就是以英雄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但如果他是以怪人的身份，就是曾经的加害者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那个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对，没错。按你的理解，拉基亚用假面骑士的身份去放触手也是完全 OK 的，但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次必须要以怪人的形象去做，而且估计节目组那边也是想让信国也看一看拉基亚本体长什么样，才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我顺便把东映官网的一些我认为有用的信息再给各位分享一下吧，好吧。首先是这集标题悄然逼近的眼睛的一个讲究，如前所述，副标题由东映制片方提出方案，再与朝日电视台 ATK 共同进行投票。第41话的候选标题包括悄然逼近的毒牙、怪奇饼干男、怪奇黑披风男、暴风雨前的 Break、破碎边缘的探球、焦灼的大理石纹、混合烘烤请享用、焦苦后的辛酸。总之提案五花八门，最终因毒牙等于尼耶鲁布的隐喻在播前难以被观众理解，不选用能同时暗示川鹤与尼耶鲁布的眼镜，能理解吧？因为尼耶鲁布的怪人原型是蛇，来自于北欧神话里面的耶梦加德，虽然这个其实早前已经有观众猜到是耶梦加德了。然后这集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纠结 Master 嘎布被子弹追了半天这点，因为按照过往的表现来看，深圳完全可以切回欧尔嘎布形态硬扛的，所以这个处理多少有点抽象哈。这部分我也只能从剧外找补了，一来要让布拉姆的最终发挥点作用，二来又得分割战场好就硬控半斗。再者，深圳目前已然是战力天花板，不想个法子把它要开，剧情也没法展开了，最终也只能整成了如今这样子。这其实跟年会以前的拍法有蛮大差别，我感觉柴崎的锅比较大一点。具体怎么回事呢？只有节目组内部才知晓了，毕竟是谁的点子真不好说。而且现阶段用来限制嘎布最终发挥的操作好像已经玩遍了，监督这边也到了有点没活整的地步了嘛。让尼耶鲁布造几个特工把深圳牵制开好像也行，不过我估计那样处理这样会被喷，只能说节目组那边综合评估后，剧里面呈现的已经是最优解了。或者各位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限制手段呢？这里就先过了吧，再扯就没完没了了。我也觉得不打王八拳怎样都行那么问题来了，王八拳又是你别说了。本周特色相关10条前30位，第29名美智流赏。其实大部分观众在讨论什么东西呢？讨论他是个大学生的身份被绑，觉得不修这个扑街啊太混蛋了，连大学生都搞，不绑大学生他就不混蛋了嘛。但是即便他是人妻，40-50岁未成年，你还是会觉得很混蛋，所以他是大学生有什么本上的区别呢？因为大学生嘛，可能18、19、20左右咯，接近可以生育的年龄了嘛。对，还有比较深层的原因，对人来说，大学是新生活的开始，但就在他幻想自己有美好未来的时候，他被抓了，体现出来这个事情有多残酷，对吧？对，这个点呢，还可以联想到刚刚看剧的时候讨论的一个部分了。如果套用到现实，一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深圳的妈妈被人贩子拐到了某座山里，被人家买妻嘛，生了生真，后面妈妈疯了或者死了，生真又回去跟妈妈的爸爸妈妈或者亲戚相认。那站在妈妈的亲人的角度，他要怎么看待生真？在我看来，应该很难接纳得了这样一个孩子吧？肯定很难吗？而且你要想生真还是更加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是跟怪物生出来的孩子。对，说的难听点是怪物强奸之后生出来的小怪物，如果作为受害者亲人的话，是很难接受这一点。对，但是同时他又是自己失踪的妹妹留下来的唯一骨肉。对，虽然我觉得剧里面也只能这样子走，就是临时店长会接纳生真，肯定的，只能这样写。而且很关键的一点，下一集他还要让店长也看到假面骑士救人或者什么样的，让他先对假面骑士留下点好印象，后面才知道哦，原来那个人就是生真。哦，他买了这么多集的零食，已经不可能不接纳了。哎，不是你想，他买零食也只是接受他人类的身份，但是要怎么接受他第一层身份呢？只能够通过店长被假面骑士所救啊，然后再得知生真是为了守护他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妹妹幸福生活过的世界而战，但要让店长去接纳自己的侄子这点，而且店长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也能得知自己的妹妹为何失踪了嘛。对，我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上集有不少观众在诟病生真面对叔公的死没有将悲伤溢于言表，但如果各位真的有经历过亲人离世的状况，应该是更能对生真的表现感同身受的。亲人刚离开的当下，身边人都很难受，
如果自己也跟着崩溃，后事让谁来操办呢？且只有申真做出了这样的表现，才更能体现出他这1年来的成长。对。不过作为能够共情的观众，我是希望申真能在某个时候痛快的哭一场的，而后续就有一个很好的时机。新人相认嘛。对，与店长的相认是一个能让压抑了那么久的申真释放人内心。对，到时候店长就抱一抱他，然后跟他说你做得很好。或者就是说后续大家对人类牧场计划毫无办法，申真也开始 emo 的时候，店长出面安慰一下申真，让申真迈过这个坎也行。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再扯一下不朽啊。虽然过往的回忆每补完一次，申真老爹的风评都会差一截，但在我的认知里面，不朽当年相当于是救了申真妈妈一命，不然他早就变成黑暗灵石了。在不确定老爹最初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救下了美之流的前提下，无脑批判他多少有点不妥。还有就是基于剧里面给出的一些信息推测，在不朽掌权时期，斯托马克瑟已经迈向衰落了，兴许不朽也对拿人类当黑暗灵石的原材料之类的存在芥蒂了。当然哈，这些部分在我看来和 K 还有衰后的过往一样，属于可讲可不讲的范畴。而且剧里面目前也缺了个能向观众讲述这些过往的人，所以不补完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咯。对，这里如果展开涉及到老哥，你知道吗？我有种感觉不朽是大哥干掉的。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OK 啊。第28名小奶的妹妹，第26名萨吉卡桑，第21名醋鹤桑啊，经典文盲啊，我不解释了，之前有科普过。第19名砂糖人，第18名汉迪，第17名修马，第16名曾建红。顺着这点再讲一讲，我看完下集好作者的这个预告之后没想到的一个东西，我先把结论说出来哈。下集出现的自称是角乃酱妹妹的人，并不是角乃酱的妹妹。OK， 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真剑者的致敬桥段的，因为看过都知道嘛，影武者。对，影武者。哦，你说影武者就一下 get 到了。是啊。而且很关键的一点，角乃的愿望是什么？要找到他的妹妹。那如果下集他的妹妹已经出现了，他的愿望变相来说已经实现了，那他还有参赛的必要吗？没有呀。所以在我看来哈，那个应该不是他的妹妹才对。第15名人类牧场，第9名失恋 No.1，第6名尼耶鲁布，第5名酸鹤赏。这2个词条我精选那些推文，等念完我再围绕他们展开点话题啊。尼耶鲁布一边自以为参透了人类价值观，一边却完全误解了酸鹤的愿望，这种微妙的错位感倒是把沙糖人一族的本质暴露无遗了。酸鹤的愿望是什么呢？制造出最强的生物，并不是他自己变成最强的生物。我希望尼耶鲁布是这样的心态，虽然对实验结果很满意，但和变成僵尸的酸鹤待在一起时，还是会觉得果然不如活着的酸鹤有趣啊。就算是朋友，也要物尽其用。但要论开心程度，僵尸可当不了聊天的好对象的。虽然不确定尼耶鲁布究竟有多看重自己的战斗力，但他动不动就拿南宫理想做比较的样子，总觉得暗藏自卑啊。在这个实力既是一切的世界里，选择当个靠脑子的技术宅，这种生存方式恐怕没法用，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轻描淡写带过吧。这种自卑肯定是会有的，但可能对于尼耶鲁来说不是特别重要而已。所以现在最终 boss 到底是大哥还是二哥？兄弟，我大概在1个多月以前已经是剧透啊，我说的是剧透啊，剧透了最终 boss 是谁了。再问没有必要了，好吧？如果不是为了利用酸鹤先生的能力和头脑，根本没必要特意选他当实验体吧。不过反派嘛，越是恶趣味，才越有那味嘛。曾将无数生命当做实验品的酸鹤，如今却被尼耶鲁布改造，剥夺生命，堪称最极致的尊严践踏与因果报应啊，是这么个逻辑吧？你曾经害死那么多人，最后面你的下场竟然是这样子的，不也很讽刺吗？而且某种意义上，让酸鹤在移植黑腹狗的过程中死去，也是为了规避掉半斗干掉酸鹤大家的负面影响。这个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嘛。所谓的英雄啊，是不好去直接杀人的，即便对方是公认的人渣。顺便再分享一个细节，酸鹤生前是左撇子，持枪是左手持的，被改造成僵尸后，他就变成了右手持枪。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惯用手被换成了怪物手的关系嘛。暗示他已经不是酸鹤了。对，有没有可能这集打酸鹤，2集之后就要打岩虎了？不好说，前提是他要先从半斗那里拿到他上半身。对，是目前还猜不到要怎么写。我其实有种期待，就是搞点灵异点的之虎的鬼魂过来安抚一下半斗这样子。因为岩谷的死是半斗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迈过的坎，所以在我看来，除非说本人去做点安抚，是不是绘图又对佐助的那类似那种感觉吧？那不然你又要靠半斗自己脑补师傅原谅了他之类的，我反正觉得多少差了点意思咯。而且要把岩谷这个事情又扯出来，大概率就是尼耶鲁布的死期了，所以应该是要放到最后几集去讲这样子，最好还能顺手把你看妙的秘密公之于众了。第2名、第1名直接揭晓就好了。第2名是豪兽者，第1名是嘎普。
哎，高普讨论度更高也正常啊。各位要知道，日本绝大多数观众都是没被剧透的，所以双鹤返场他们会很意外。但对于我们这种被剧透过的人来说，就不会有什么惊喜了嘛。对的，这个有点像是上集蓝狗返场。如果各位是被没剧透的前提下看到蓝狗，肯定是会很震惊的嘛。主要是没想到他这个时候回来。对，上周不是小团体成员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理解，我都没完全看懂让蓝狗在这个时间点返场的用意，也是在和各位讨论过后，我才完全看懂了上集的细节。虽然我去扯的东西不太好，但是在我心目中上集真的是可以被称之为神回了，好吧？顺着这个事情去扯一下另外一个不是特别着调的事情吧，就是我认为他是神回，这是我的一个个人感受，你不应该因为我觉得他是神回去抨击我、喷我，这是什么逻辑？我接受你觉得烂，但是也请你尊重我觉得他好，对吧？峡谷上集的观众还请尽跳转，多看小团体 reaction，加拿。